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杰，欢迎回到我的 Easy Keys 2系列视频课程。这一节我们来了解网格编辑器中有关对音符力度的调节功能。在网格编辑器的底部是 MIDI 控制器栏，可以通过单击左侧的箭头按钮来展开或收缩，或上下拖拽控制器栏的顶边来调整这个区域的高度。默认这里显示的是音符力度，在这里可以看到有许多垂直的力度线，每条力度线都对应着钢琴卷帘窗口中的一个音符。我们可以先在钢琴卷帘窗中选中要进行力度调整的音符，此时控制器栏中对应的力度线会高亮起来，然后通过上下拖拽力度线顶部的调节手柄来修改音符力度值。也可以对音符进行多选，然后一次性调整多个音符的力度值。另外，我们还可以结合网格编辑器选择菜单中提供的命令，来选中一些不太容易手动选择的音符。例如，通过按精度选择菜单，来选中所有第一拍或第一拍和第三拍的音符，然后将其力度调整的小一些。因为有时虽然单独听钢琴声部声音是没有问题的，但当与鼓和贝斯声部一起播放时，强拍上过重的钢琴演奏有时会影响到强拍上底鼓与贝斯音符的清晰度。这时适当的对强拍上的音符力度进行调整，可以有效地改善这种问题。在控制器栏中的工具条上还提供了一些有关音符力度的额外控制功能。首先是一个力度调节滑块，其作用与我们直接上下拖拽音符的力度线是一样的，也就是修改所选音符的力度。第二个是动态调整滑块，这个功能需要选中多个音符后才能看出效果，其作用是修改多个音符之间的力度差异，从而影响多个音符之间的动态范围。向左调整是减小多个音符之间的力度差异，从而减小动态范围。向右调整是增加多个音符之间的力度差异，从而增加动态范围。第三个是随机力度调节滑块，通过此滑块可以为当前所选音符的力度添加随机变化。最后还有两个坡度控制功能，可以为所选音符添加坡度式的力度变化。调节左边这个参数会将当前所选音符中最右侧的音符作为基准力度保持不变，然后从左向右的改变音符力度的坡度变化。向上调整是力度淡出到基准音符，向下调整是力度淡入到基准音符。调节右边这个参数会将当前所选音符中最左侧的音符作为基准力度保持不变，然后从右向左的改变音符力度的坡度变化。向上调整会出现从基准音符开始力度渐强的坡度，向下调整会出现从基准音符开始力度渐弱的坡度。通过这个功能，就可以很方便地做出整体渐强或渐弱的效果。以上就是网格编辑器中对音符力度进行调整的一些功能。当然，网格编辑器的控制器栏中不仅仅只能显示音符力度信息，在工具条左侧的菜单按钮中还可以选择其他的控制器。默认显示的是力度，这里还可以选择音高，也就是弯音轮控制器。虽然通常对于传统的钢琴声部来说，并不需要使用弯音控制器来在演奏过程中改变钢琴音色的音高，但有时如果需要制作一些特殊效果，例如声音失谐的效果，就可以利用这个音高控制器来实现。使用铅笔工具，可以在控制器栏中需要改变音高的节拍上添加控制器节点，然后通过上下拖拽的方式来改变音高偏移的程度。当节点在中间时，
是原始音高，向上是提升音高，向下是降低音高。但是请注意，这里改变的音高是回放出来的声音，而不是 MIDI 音符演奏的音高。因此，这种声音变化可以在音符演奏的过程中出现，所以可以做出一些诸如老旧钢琴的失谐效果，或者是水下钢琴的特殊效果。在选中控制器节点时，可以通过右键功能菜单对选中的节点进行剪切、复制、粘贴，还可以进行全选以及移除所选节点。要想取消对音高的编辑，恢复到正常音高，可以将第一个节点移动到中心0的位置，或者是直接删除所有节点。在控制器栏的控制器选择菜单中，除了力度与音高以外，最底部还有一项未分配的控制器。在子菜单中列出了所有未被占用的控制器号。在下节课程中，我们再来讨论如何利用这些控制器来对 EasyKeys 2内部的参数进行自动控制。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内容更新了。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